星河每月总有30多天不想上班，大家有同感吗？不想挤地铁，不想996，不想看领导的臭脸，但为了发薪水的那一天，剩余的29天都得忍着。发了薪水才能还信用卡，才能买限量球鞋，才能陪女朋友逛街。上面提到的场景应该是大部分年轻人的现状了。为了花钱上班挣钱，挣了钱想花更多的钱，为了欲望出卖肉体，出卖时间。大家有没有想过，靠为别人打工，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实现财务自由？我认真想了想，发现想都不用想，根本不可能。因为我们都被困在老鼠赛跑的陷阱中跳不出来，挣钱花钱再挣钱，说白了就是为钱而打工。当我们不想或者没办法打工的时候，也就没钱花了。但是那些富人，他们是怎么成为富人，走向人生巅峰的呢？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被誉为全球最好的理财入门书《富爸爸穷爸爸》。虽然这本书已经被炒烂了，虽然作者罗伯特清崎破产过，但他自出版以来全球销量达4000万册，影响了无数人的金钱观和价值观。你可能会说，作者都破产了还教别人理财，确定不是来搞笑的吗？别着急，咱们来一探究竟。话说清崎用自己名下的一家叫做富裕全球的公司，让另一家公司推广他的财富课程。事成之后，清崎想白嫖，双方闹到了法院，看来白嫖是要负法律责任的。结果富裕全球公司需要支付2300万元的合作费，可是这家公司的价值就只有400万。清崎心生一计，让富裕全球公司破产，这就有了清崎破产的传言。但这只是清崎名下11家公司其中的一家，9牛1毛而已。清崎这种做法确实很清奇，可能名誉和诚信对他来说还是不如金钱来的实在。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我终于发现自己没办法成为富人的原因了。言归正传，我们还是来看看书里的富爸爸怎么玩金钱游戏的。清崎上小学的时候，学校都是富人家的孩子，清崎和好朋友麦克是班上仅有的2个穷孩子，大家都不愿意跟他们玩。看来金钱歧视在国外也很常见。清崎的爸爸也是书中的穷爸爸，跟他说，你去找麦克的爸爸，他爸有钱，你爸没钱。麦克的爸爸就是书中的富爸爸。清崎和麦克就去找这位富爸爸，向他请教怎么赚钱。富爸爸让他们在自己的超市里打工，起初报酬很低，后来索性不给报酬了。2个小家伙不愿意了，心想我们只是小，但不至于傻啊，你这不是忽悠人吗？于是找富爸爸理论。富爸爸将一个困扰着无数成年人的问题的答案告诉了2个小家伙，那就是我们为什么而工作。其实我们普通人打工就是为了钱，在拿到报酬之后，欲望又让我们去买，这就形成了一种模式：上班挣钱消费，然后更加努力的上班，挣更多的钱，消费更贵的商品。这就是清崎书中所说的老鼠赛跑的陷阱。小白鼠跑得越快，笼子就转得越快，永远都停不下来，活在失败的循环中。富爸爸首先让清崎认识自己对于金钱的欲望和恐惧是人生中最大的一个坑，因为如果认识不到这个坑，哪怕有再多的钱，也摆脱不了恐惧和欲望的控制，也就是永远都是金钱的奴隶。这是清崎在财商方面学到的第一课，克服自己对钱的恐惧和欲望，不为钱而工作。接着富爸爸让清崎搞清楚资产和负债的区别，明白资产和负债的区别，并且持续购买资产，这可能是实现财务自由的唯一法则。你有资产，钱就不断的流进你的口袋；你有负债，钱只会从你的口袋流走。这就是判断资产和负债的标准。比如股票、基金、债券，可以用于出租的房屋、铺面之类的不动产都是资产，各种衣食住行、贷款之类的就是负债。当然这里不是鼓励大家去买股票基金啊，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咱们只谈培养理财观念，合理配置资产，至于如何投资暂且不易。普通人的现金流是收入，然后变成消费支出就流走了。富人的现金流是收入不断的流入资产，资产再产生收入，这部分收入一部分用于消费支出，另一部分再度流入资产，带来更多的收入。这就是富人和穷人的根本区别。看上去非常简单，难的是穷人控制不住自己的消费欲望，不懂得延迟消费。经常有人说，钱是挣出来的，不是省出来的，会花钱的人才会赚钱。但是所有指导人们理财的书都在强调储蓄的重要性，因为如果没有储蓄，你就不可能具有投资能力，也就没有办法使用富人的游戏规则，跳出老鼠赛跑的陷阱。理财就能财务自由吗？这谁也说不准，就像我们谁都说不准有多少钱才算财务自由一样。但书里给了我们答案。财务自由并不是一个确定的数字，而是说如果你的资产性收入可以完全覆盖掉你的生活支出的时候，你就财务自由了。比如你一个月花1万块钱，你的资产每年有8%的投资回报，在不考虑通货膨胀的前提下，你现在有150万就财务自由了。当我们不需要通过工作来维持生活开支，自己不再是一台赚钱的机器，而是拥有足够的资产，拥有一台为我们每天24小时全年无休的赚钱的机器，源源不断的给我们带来收益的时候，这就是财务自由。你在家躺平也好，
出门旅游也好，都无需为自己的生活开支而发愁，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我们有足够的资产性收入的前提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给别人打工是很难实现财务自由的原因。当然你可能会说，理财是富人的游戏，普通人不配。其实不然，我一直都觉得理财这种事儿不管多少，越早越好。股神巴菲特最喜欢的复利也许可以解释这个现象。影响复利就3个因素：时间、利润率和投入。比如我们从30岁开始，每个月拿出200块钱进行投资，如果按照12%的年利率，我们在65岁的时候就可以拥有100万。同样，如果我们45岁才开始投资，也想在65岁拥有100万，每个月就需要投1200块，是之前的6倍。关于财务自由之路，作者还提出了几点建议，这里分享给小伙伴。一、不要害怕亏钱而不敢投资。很多人因为害怕失败而失败，他们在投资上保守，却在消费上开放，不断的换更大的房子和更好的汽车，来满足自己的欲望，消除自己的恐惧，却因为害怕亏钱而不敢投资。清奇说，我们一定是不断的摔倒才学会骑自行车的。我从没见过一球都不失的高尔夫球手，更没见过从来不亏钱的富人，但我却遇到过很多从来没有在投资活动中亏掉1毛钱的穷人。二、不要用忙碌掩饰懒惰。我们经常把忙碌当作逃避的借口，通过行为上的忙碌掩饰思想上的懒惰。面对自己喜欢而又求之不得的东西，穷爸爸会说我买不起，这句话作为我们思考的终结。富爸爸则会问自己，我怎样才能买得起？用这份渴望迫使自己寻找答案。当我们发现自己在逃避应该去做某些事的时候，就应该问问自己，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多一点渴望就是治愈懒惰的良药。三、要相信选择的力量。我们每挣到一笔钱，就得到了一次选择自己成为富人还是穷人的机会。选择买个新款手机、限量包包，我们就更穷一点；而如果选择买入资产，我们就离富人更进一步。我们每天都应该做的选择，就是利用自己的时间、金钱和头脑去做什么。未来的生活往往取决于现在的你所做的选择。四、自律让艰难变得容易。没有足够的自律，挣多少花多少，让金钱不断的流出，这就是人们贫穷的最主要原因。富人可能也和我们普通人一样喜欢奢侈品，但是差别就在于用什么样的方式去购买它们。我们已经习惯于使用负债来获得我们想要的东西，而不是通过想办法让自己的资产增值来获得。我真觉得信用卡分期就是消费主义下的毒瘤，大家有同感吗？书中的建议一共有15点，我选取了自认为比较重要的几点分享给大家。如果想深入的了解，可以下载电子版来阅读，没准会有更大的收获。当然，仅仅一本书是不可能让我们从此实现财务自由，走上人生巅峰的。它更多的是给我们带来思想上的转变，学会用富人的思维方式来思考问题，明白富人的金钱观是怎样的，让我们的财务习惯变得更好。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儿了，感谢您耐心观看。如果您喜欢星河的内容，还望爱心3连，分享给更多的朋友。一个人能走多远，要看他与谁同行。关注星河百度，10万小伙伴陪你一起成长。下期成长干货，我们不见不散。